大家好，我是艾德恩。三箭资本遭贷款帮清算4亿美元，恐面临破产，是否成为下一个倒下的币圈巨人呢？截至2022年4月，三箭资本原本至少持有100亿美金的加密资产，但是因为重仓以太坊、Solana 和 Terra 等公链项目，根据数据，这些加密货币的价格自历史高点以来，分别下跌了以太坊77%、Solana90%和 Terra99.7% 的价值了。早前有传言指，三箭资本疑似因市场重挫而出现营运和偿付的问题，先是投资Luna 增发了5亿美元，还陆续向交易所转入巨额的以太坊来兑现。此外，三箭资本可能还开了杠杆去买比特币，但随着比特币的持续下跌，进而引发追加保险金的通知，故而不得已抛售大量的 ST、ETH 以偿还债务。已经把17780枚 ST-ETH 兑换为16625枚以太坊，然后再全数兑换成2000万颗 DAI。同时，三箭资本还在出售现有的加密货币头寸，以降低某些头寸的抵押要求。区块链数据显示，三箭资本其中一个钱包的债务为 1.8 亿美金。据推测，与三箭资本相关的填包地址于2022年6月15日17点左右，再次被清算了2681枚以太坊。上述的地址此前已经被清算掉14538枚以太坊。我们来看看三箭资本还做了哪些赔钱的投资操作吧。5月份至今，转了累积有10万枚 ETH 到 FTX 交易所，累计变现了数亿美金，亏损不详。Luna 崩盘事件，在 Luna 崩盘前，三箭资本用 5.59 亿美金购买了1090万颗的 Luna， 然后把这些 Luna 锁仓质押在节点上吃利息。目前这1090万颗 Luna 仅价值660块美金，可以看到基本是亏着连毛都不剩了。在 Fibonacci 交易所亏损的排行榜上，三箭资本是排第2名，在5月份亏损了3100多万美金。传言三箭资本将自己的3万颗 BTC 抵押给新加坡的某家族基金，贷款出来了8亿美金，这个抵押率高达 90%， 估计当时 BTC 抵押的价格是3万美金，现在他的钱也亏完了， BTC 估计要被债主拿一阵子了。三箭资本在 Duckbay 的大期权账户应该是亏了一大笔钱，毕竟是他自己有10%股份的交易所，因此秘而不发。三箭资本创办人 Jesu 联合中国某机构喊单 AVAX， 自己在高点的时候套现了大部分。三箭资本还在 BlockBuy、Genesis、Celsius、Nexo 等多个加密货币借贷平台都有大量的借贷，如 ETH 下跌至1016美金，并且持续1小时以上，恐引发多个加密货币借贷平台大规模连环清算。如此，三箭资本被清算了，波及的层面恐非常广泛，可能是币圈版的雷曼兄弟金融风暴那样的恐怖。今早美联储也确定了加息75个基点了，虽然目前币圈呈现回软的拉盘，但这可能是诱多哦。三箭资本在2017年转型为加密货币基金，早年靠投资
ETH 和 BTC8家，持有大量的 BTC 和 ETH， 资金管理规模有10几亿美金。创始人 Jesu 鼓吹超级牛市概念，不仅在口头上，而且他建仓了大量的 ETH。可以说，当年的三箭资本是非常大的以太坊的大庄，而且三箭资本是有吃到加密货币市场红利期的机构之一，所以起家的非常快速，赚钱的速度也是一流的。目前总部位于迪拜的加密货币基金三箭资本，在过去几年，这家投资公司一直是加密货币市场很有声望的参与者之一。根据公开资料，截至2020年底，三箭资本是 GBTC 最大的持仓者，拥有 5.6% 的 GBTC 份额，当时的市值大概是12.4亿美金。众所周知 ，GBTC 不能赎回，只能在二级市场贩卖。如果三箭资本要动用这些资金，只能在二级市场抛售 GBTC。STETH 最近的问题来自于循环借贷、无限套挖，三箭资本也玩无限套挖，而市场下跌也让三箭资本不得不抛售 STETH。原本人们认为 Socius 是最大的 STETH 的倾销者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最大的抛售是来自于三箭资本，两个机构卖出的时间也不同。Socius 大部分抛售早在1周之前，而三箭资本则是在最近2天才办售。链上的数据显示，三箭资本正通过其拥有的每个账户抛售 STETH。这些抛售大部分看起来是要偿还三箭资本的债务和借款。我们这边来看看三箭资本公开的2个钱包地址的情况吧。第一个公开的以太坊钱包地址，目前有249万美金左右。再来看公开的钱包地址，第二个，目前有3880万美金左右。艾德恩认为，我们要保持对市场的敬畏之心。熊市、牛市自有它的市场规律，千万不要在熊市加杠杆。像三箭资本在 STETH 无限套挖，是杠杆再加杠杆，加到了3倍，最后导致了毁灭性的结果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后期会给大家带来其他龙头的项目分析。感兴趣的可以帮艾德恩点个订阅按钮，然后点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